敏感时刻歼16飞行员的一句话暴露美军注定敌不过解放军。大家好，我是邱银华。美军航母年前进入南海，或是一种试探。越是临近中国特殊的节日，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小动作也就越发多了起来。这不，就在中国春节前夕，美国一艘尼米兹号航母以及隶属其航母打击群的3艘导弹驱逐舰出现在了中国南海海域。至于美国军方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南海来做什么，又有什么目的，可谓是不言自明。毕竟中美两国关系越发紧张，在美国挑衅中国的手段力度越来越没有底线时，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可谓是一种危险的试探。因此，解放军对于美军这种危险的试探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哪怕就在中国民众迎来小年的日子里，解放军的训练依然火热如常。而借此时机，中国央视记者深入军中，对这些时刻保护中国民众、为国输疆的战士进行了一次采访。这次被采访的是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母旅，也是首批列装歼16战机的部队。而中国歼16战机飞行员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，简单提到了中国歼16战机在巡警时如何应对外机敌机。空军歼16飞行员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称如果我们要去执行任务的话，一定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先上，因为好多年轻的同志都还没有结婚。在我看来，如今歼16飞行员说出这番话，其实就是对待战友像春天一般的温暖。毫无疑问，中国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这么说，说明他们在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。而在中美关系愈发紧张，美国对中国的挑衅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敏感时刻，解放军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的。我相信老兵对年轻战友的关爱、体恤新兵，将他们保护在自己的身后，关键时刻冲锋在前，那么新兵同样也会投我一桃，报之以礼。以我所见，解放军在军中有这样一种无畏牺牲的精神，美军就注定敌不过解放军。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，那就是即便再先进的武器对现代战争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，但军人的品德、官兵之间是否团结，或许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否则，即便拥有再先进的武器，却人人抱着只为我不为他的思想，那么在关键的时刻总会因为一己之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继而导致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大家知道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美国的武器当时比解放军要先进那么多，为什么解放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呢？其实就是解放军的品德以及官兵之间的团结友爱都优胜于美军。再一个就是解放军那强大的信念以及保家卫国的决心。而如今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差距越来越小，一旦解放军此时与美军再次发生正面交锋，那么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了答案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